好，我是阿力。那么这两天呢，主流币呢都是在下跌。除了前两天这个涨幅过快之外啊，这个合约多单呢需要爆掉啊，因为太多了。那么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的第一部分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那么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说一下比特币4年以来最大的升级即将到来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啊？那么视频的第三部分，我想跟大家兑现一个承诺啊，就是上期视频我们提到的，如果说这个点赞过500了，我会实盘买入1000U 的史币。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决定去买史币啊？很多朋友都说这史币已经到了这个高位了，都在回调了，为什么你还要买入？我今天视频会告诉你所有的逻辑。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投资，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新世界的浪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最近4天的下跌呢。根据 Glassnode 的数据啊，在有收益颇丰的这个 short-term holder， 就是说这个短线的这个持有者啊，在$63,800附近进行抛售，进一步加剧了这个价格的下跌。大家看这张图片就可以明白了，看这个黄色的线啊，非常的高，就是他们抛售的这个单子。那么我们频道的观众都知道，除了获利盘要出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要爆掉合约的多单。另外呢，我观察到最近几天的这个利空消息呢，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不断。那么今天出来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利空的消息，就是美国证券委员会它拒绝了 OneECK 啊这个现货比特币的基金的 ETF 啊，因为呢他们说是无异于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和做法，也不会保护投资者和公共利益。那么我们之前提过好多次，有至少4家的比特币 ETF 基金在年底之前呢要被这个 SEC 正式的通知是否上线。那么这是本月第一个被拒绝的公司，所以呢市场上对于这个华尔街进场的预期会减少了很多，这也给市场信心带来了非常大的打击。另外呢，根据统计截止到这个2022年的7月份啊，美国 SEC 它手里面还有近10个比特币 ETF 或者是信托等待申请的这个结果啊需要公布啊，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处于最后的这个期限的状态，无法再延迟决定了。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比特币日线级别出现了5根的阴线，很多人都说这是不是会像今年4月14号创出新高之后啊，当时呢也是连着这个4根阴线，紧接着呢就是一路的下跌，直到出现了519的暴跌。那么其实这么考虑呢也是没有错的啊，毕竟目前的获利盘呢也是太重了。我们最好呢做好2手的准备。那么第一手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Plan B 的模型，他说11月份呢是98000，这个我们第一手准备就是98000依然有效。那么这就意味着啊，今年4月份的历史在今年的11月份不会重演。那么接下来比特币呢仍然呢会一路高歌猛进，距离98000呢目前还有50%的涨幅。那么就连 Plan B 自己也说了，本月上下波动5%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也就是说啊，Plan B 将自己这个98000的预测它降到了93100啊。那么他还说年底135000是不变的，这个目标是不变的，依然按照他自己的这个 S2F 模型在走。那么说实话，我本人呢还是站在他这边的啊，是非常支持 Plan B 的预测的。因为这个美国的 CPI 数据在本周出来，这个数据非常吓人，它竟然是30年来的最高啊，达到了6.2%。那么这就是恶性的通胀啊。我们前面视频也专门讲到了这个恶性通胀之下，你到底该投资什么东西啊？那么今天就不过多展开了，没看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翻前面那期视频啊。那么这个恶性通胀的大前提之下呢，是不会支持大宗商品的暴跌的。那么比特币啊，就是大宗商品的其中之一啊，所以比特币呢，还是会引领整个币圈往上冲，高点呢是不可预测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第2手的准备啊。接下来就是我们还要回忆一下，就是4月14日比特币新高之后，紧随着的4根阴线后面发生的故事啊。那么当时的狗狗币呢，也是跟着比特币跌了好几天。那么接下来就是在0.15美元探底之后强势反弹，一口气呢就到了0.75的峰值啊，涨幅达到了400%。整个过程呢是用了15天。以太坊呢也是在同一天探底，后来的涨幅高达125%。史币呢更不用说了，史币就是在接下来那几天呢是飞上了天啊，第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我说这么多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接下来的这个15到20天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你看到了山寨币乱飞的现象，说明一个不好的情景呢要重演，要重复今年4月份的这个行情当然了，这个万事万物呢，它都不是绝对的坏，或者是说绝对的好。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行情了，这种情况了，我本人呢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这意味着比特币和以太坊又有机会捡到便宜货了。因为呢，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我囤够了足够的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一旦出现币价下跌打折，那么就是我重新去加仓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好机会。那么在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我手里的这个狗狗币已经是够多了，我已经封仓了。在这个达到1美元之前呢，是不加仓也不减仓。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不剪胡子，说到做到。那么好，接下来我们看节目的第2部分比特币迎来4年来的最大的升级，叫 Taproot。有关这个升级的技术说明呢，在网上有很多文章来介绍。我们今天主要来聊一下升级之后会给比特币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那么关于这个影响呢，根据这个比特币程序员和专家叫 Jamie Song 参加媒体采访他表示 Taproot 使智能合约的可组合性变得容易。他说这个比特币那么为整个网络带来了安全性的增加。另一个重大变化呢，就是可能在某些类型的用力上面，这个区块链的交易成本会变得更低。好，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比特币在升级之后可以在链上做智能合约，这就意味着以后智能合约呢不再是以太坊的专利了。另外转账的费用呢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也是比较实用的一部分那么很难讲此次升级会不会给比特币带来巨幅的上涨？因为目前大家不再关注比特币的技术方面的内容了，而只是关心比特币的储存价值的功能。这也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此次升级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原因我们打个比方说，就像这个黄金一样，突然有一天有个人站出来说黄金的应用呢又多了一个新的功能。那么大家并不是太关心，因为黄金的总量呢是一定的，再多出来的一个使用的功能、使用的场景，那么大家也不会把黄金拿出来用在这个场景上面，用在这个功能上面。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公开我买史币的这个截图了那么这个图片呢，就是我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在 Coinbase Pro 下单的这个1000U 的史币。那么既然说了点赞过500我就下单，那么咱们还是一定要说到做到的那么以后呢，我在讲史币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看我这个实盘的变化。那么下面这张图片就是在视频剪辑的时候的实盘数据。那么多出来的那部分史币呢，是我在 Coinbase 得到的一些奖励，也就是大家点击我的 Coinbase 邀请链接，我得到的比特币的奖励，我换成了史币。那么如果你也是在海外可以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呢来注册 Coinbase。那么这样咱们2个呢都可以得到价值10美元的比特币。那么为什么我要买史币呢？这里着重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名词，叫投资的杠铃法则。这个杠铃法则呢，是由这个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提出来的，是指一种应对风险的策略方法。而这种杠铃法则跟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有所不同。那么中庸之道呢，常常是倡导我们不要去冒险。做事情呢，取中间之道，两边都不要得罪。而杠铃原则呢，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风格，我们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大的风险永远不要去做中间的事情。这个说法呢，这个原则呢，是仅限于投资的方面那么解释一下，就是风险最大的这个对应的这一面呢，就是受益最大，收益最大。但是呢，这个投资的比例呢，你不能放得太大。那么我的原则呢，是你做这个风险大收益大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呢，不能超过你总投资的 5%。 你用这 5% 的资金呢，去博取一个有可能最大化的收益。那么赔了呢，也就是你赔了整体资金的 5%。 那么剩下的 95% 呢，应该是配置比特币、以太坊和狗狗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看的这个 Chainlink。 那么这个币呢，很可能是未来的100币甚至是1000倍币那么本期视频呢，点赞超过500，我们下期视频会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个币是未来的100倍、1000倍币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如果说这 5% 的资金你赢了的话，你可能得到的收益相当于另外 95% 所有的收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